从刚才这个视频中啊，大家能看到的是交通拥堵，能听到的是噪音，看不到的还有空气污染。目前呢，是我们国家公共交通呢，主要是有地铁、城市轻轨、快速公交系统，也就是所谓的叫 BRT， 还有呢普通公交大巴。这些公交系统有利有弊。比如说地铁，它投资大，成本高，施工周期还长；快速公交呢，占用道路资源，空气污染很严重，噪音也大。如何发展绿色环保公共交通？立体快巴成为一种变通之道。请放一段短片。立体快巴的发明啊，它是快速公交 BRT 的优点的结合体，也是未来地铁及 BRT 的一个替代品。大家都知道，路面上行驶最多的是什么车？小轿车。但是最矮的是什么车？也是小轿车。一般的城市立交桥的建高都是4.5米至5.5米。立体快巴的创新点就利用轿车之上与立交桥之下的这个空间来运行。这个立体快巴呢，它这个最大的特点呢，它是节省了道路的资源，它这个效率高，载客多，它能减少主要交通干道的25%至30%的交通拥堵。它的平均时速呢，是40公里，它每辆呢载1200人，就是每一节是300人。这个立体快巴呢，还有一个优点呢，就是它施工周期短，它40公里1年就完工。40公里的地铁最快的要3年。还有一个呢，现在的公交大巴它要占据很大的停车场，而这个大巴却不用了，它就停在每个站上就可以，不影响轿车的通行。这是这个大巴里边的内部的环境，和它的空间，它有很大的这个天窗，感觉进去以后没有压抑感。立体快巴分为2个部分，一个部分就是地面改造及站台的设置。这个地面的改造呢，它是有2种，有一种呢，可以铺设2条轨道。铺上轨道以后呢，它会节能30%。2条轨道呢是横跨2条行车道，这样的话呢，这个便于这个轿车在快巴的底下通行。还可以不铺轨，在不装轨道的情况下呢，就要在路面上画上2条白印，把自动驾驶技术移进来，它照样走直线，也不会摆动。站台呢是分为2种，一种从立体快巴的侧面，来上下客；另一种呢，这大巴里是有楼梯的，顶部拉门拉开以后，可以上到这个天桥顶上，从天桥上上下客。它完全利用市政的电力和太阳能供电系统这2种电力来驱动。它这个市政电呢，这个驱动呢叫接力直给电式，利用车自身做导体，车上面加2条滑轨，它有这个充电桩。这个充电桩呢，只要车一走的过程中呢，它就触到了，触到以后呢是接力式嘛，就第一个桩子碰上了充电的，它还继续往前走。继续往前走的过程中呢，实际上呢还没脱离的时候，下一个充电桩已经跟那轨道又接上了。它这种叫接力式供电方式，这种也是一种新的发明，在全球也是没有的。这边这个是超级电容，上下课的时候呢，它是一种快速充电方式、快速储电方式，也是快速放电方式。一次充电跑到下一个站，下一个站上下课之后跑到下一个站呢，就是能彻底实现的这个有毒气体的零排放。短片子里大家都看到了。它为什么有超声波出来？这个呢，也怕有些超高的车误闯到这条道上以后，它会报警。它是用激光扫描的，除了有这个限高螺纹架以外，那后大家都看到，那后边呢是有一块视频，它会报警。它这个车里边还有灯，还有转向灯。这个大巴是需要转弯的时候，它里边的转向灯要亮的。还有呢，它就设置了雷达扫描系统。如果你这个车行驶的过程中呢，你跑偏了，你离我这个大巴这个腿臂要太近了，它的灯会闪，会报警，减少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。现在呢，就是大家都知道，很多城市它的信号系统是全部重新设定的，设定的理由就是公交优先。
到了路口，红灯自动亮，其他车一定要等它过了以后，其他车才可以放行。我们这种呢，也可以根据 BRT 这个信号原理来设置。你比如说，它需要转弯的时候，如果底下的车也随着它转弯，那这样呢就不影响。如果影响其他车转弯的时候，也是红灯亮起，其他车暂停，它转完以后，其他车再继续通行。说那么高这个大巴，宽度呢是6米，一旦车出事故了，人怎么下来？它应该是全球公共交通领域中最先进的逃生系统。一旦发生这个火灾啊或者突发事件的时候啊，它会自动打开。大家可能都坐过飞机，那个飞机在逃生的时候呢，它有一个充气的那个梯，人都滑下去。我是根据那个原理发明了这种逃生系统，说它逃生是最快的。每辆立体快巴每年呢，它可减少燃油864吨，减少碳排放2640吨。目前我们这个立体快巴第1期阶段论证已经通过了，在8月底之前，所有技术方面的论证就是完全通过。现在呢，我们北京市门头沟区，它打造一个生态城，它已经规划进去186公里，今年年底就要动工。谢谢大家。